解放军研制跨介质反舰导弹，高速飞行加潜水，战恐局是不是中秋前后一直在加班？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前几天呢，我们节目里边说过，我估计中国的军工科研人员会时不时的亮出些新东西、新概念。那么有些呢，可能已经很成熟；有些看上去可能还是大脑洞。但是呢，我们就会在一些个专业学术期刊上放出风声，说给别的国家听，给某些国家施加压力，对某些对手进行震慑，也就是网友们说的，这都是战恐局干的。中秋节前，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又放出一个大招，公布了一种反舰导弹的设计构想。台湾中时新闻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文章标题就是“美国航母要小心”。这个反舰导弹呢，大约长5米左右，发射之后要爬升到1万米以上高度，以2.5马赫的速度巡航200公里，然后呢转入低空掠海飞行20公里，最后入水改航当时速360公里的高速鱼雷，最后冲击那10公里。我一看这个距离设置啊，确实很有针对性。比如说低空掠海飞行还有水下航程加起来差不多是30多公里嘛，这个距离基本就是各种水面舰艇防空导弹实战中最常用的拦截距离。比如说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它的雷达搜索50米高度目标，理想条件下最大搜索距离是37公里。等搜索到目标之后，完成识别，再交给火控雷达。考虑到中间的反应时间，还有导弹飞行速度，等伯克级开始拦截并且命中目标，这个有效拦截距离恐怕也就是在30公里以内。所以一般的反舰导弹都强调最后突防阶段，也就是最后30公里之内，尽可能的飞得低一点，压缩一下对方舰载雷达的探测半径，还有防空系统的拦截半径。等冲到10公里左右，那么后面就要面对美军的拉姆防空导弹，还有密集阵近防炮，所以呢，导弹就冲到了水下，变成了超空炮高速鱼雷，就欺负现在反手雷的手段没有拦截反舰导弹手段那么丰富。当然，这只是一个构想，技术细节上距离变成现实应该还有差距呢。比如说，超空炮鱼雷的头部要产生空炮，降低水中航行阻力，那么弹头结构还有空炮都会成为水下使用声呐进行制导的障碍。所以总不能搞一个直航鱼雷吧？因为如果是直航鱼雷的话，就算是每小时360公里的速度，航行10公里要近2分钟，航母这样的大目标也有时间转身规避的。而最关键的呢，还是动力，怎么能让发动机在空气中和水下都正常运行？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解决方法是采用某种配方的燃料，让一种发动机有2种工作模态。空气中飞行的时候，发动机就是一般的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而在海水中，要求燃料能够跟水发生反应，也可以产生燃气。中时新闻的编辑认为，研究团队说了，燃料中含硼量比较高，是硼在水中发生了反应。这恐怕是编辑的错误理解，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采用高含硼的平氧固体火箭推进剂，比如说欧洲的流星空对空导弹就是这样设计。不过呢，这也不奇怪，中时新闻的编辑要是能够猜对火箭推进器配方，那还算什么高新技术？我感觉真正发挥作用的应该是推进剂中有一些其他能够跟水发生反应的化学成分或者是金属成分。可能有人担心啊，我们这么频繁的大量的展示各种脑洞，会不会被对手学过去？其实呢，了解科研竞争历史都知道，战恐局未必不是战忽局。美国以前就经常公布这些个论文或者构想，只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可行性，就能引起对方的恐慌，从而让对手加大投资，陷入军备竞争的陷阱。要么就是看似合理实则不可能的设想，试图把对手带进坑里。所以我们现在走在了一些技术前端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干，也会经常展示各种方向。当然，对手一定要花足够的钱和时间，才能搞明白他们面对的消息到底是来自战恐局还是战忽局。